直接就把它虚过去了。现在大家肯定一看哈，就觉得这两个就觉得不舒服，是吧？如果就画成这样子的话，肯定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把它，要么就是很自然的把它过渡过去，是吧？这时我们就要调颜色。调什么颜色呢？我们就要调这个，现在已经笔上没什么这个就是墨了。哦，还有点，还有点，我们把调的颜色的墨刮到旁边来，再把笔根的墨这些给它给处理一下。这个时候因为后面是淡墨了，就是把它好处理好了以后，再蘸水，是吧？再蘸水，这时候把笔根的墨把它揉出来，揉出来以后，就要注意散绿。太青蓝、藤黄，可以适当加点白色。你看笔根都还有好多的墨，我们把它再刮出来。如果觉得它比较绿的话，可以加一点点注标。好，完成。那天我们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给大家表现这个水的这么一个水哈，所以说让这个画成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你不是为了表现水的话，那我们这就要注意了。我这后面就要把它画的逐步过渡。怎么过渡呢？这里由于还是说了，画了以后它干了以后收缩，它不是很平，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多一点的磁铁把它整平。这边就不平无所谓了，现在我没画这边，是吧？我们看看怎么办啊？你看，把它这里干脆就通过它们两个连起来，因为这边的画法，如果我还是用就把它虚过去了，怎么样呢？它们两个就像就互相就拉平了，干脆我把它这边给它连起来，连起来了以后，我再去想办法。好，把这座山，你会感觉到，这个山是个延伸，是吧？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又把它直接画上去的话，跟这边这条线呢就有点平行，所以说怎么办呢？干脆就把中间给断掉算了。
我边画我边都在给你们讲一些我们平常就是要注意的一些构图的一些东西哈。因为我们虽然这个班是基础班，但有些学员呢也在提高班学习啊，也画的不错啊，所以说我们都要兼顾一下。大家看，现在你们再看这块山石的时候，是不是还觉得像开始那样子？还有没有刚刚开始那样子？它们就是中间的一团。由于我跟它衔接了，是吧？由于跟它衔接了以后呢，然后你会觉得，哎，它们两个在一起，是吧？到时候我会在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些这个树，还有一些树在这里中间穿插，甚至我可能有一些树枝，还有可能到这个里面去跟它破一下，是吧？整个来说，它就非常的这个就协调了哈。你看，我把它这么一画了以后，看看啊。把它画了以后，我们这里啊，其实就这后面啊，其实就没有太多的必要去把它这个山画得很怎么样，因为从这个瀑布来说的话，啊，后面这座山还非常的高，啊，基本上这个山啊，这只是画面的一个山脚下啊，山脚下的一个空间。那我们怎么办呢？后面就可以以轰云为主，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些云的感觉。怎么调整呢？大家可以看，我们就可以用擦的形式啊，把这个云气啊，把它稍微擦的自然协调一点。这个山它相当于就是这个山脚下的一个这个哈，我们在画的时候，你比方说。上下都呼应它一下，上下都呼应它一下。让这个云气啊这些逐步的有点大家可能看我现在在画这个，觉得好像很随意。其实啊，这就在布云。这个布云啊，也是很讲究的哈。就是说，它首先第一，就是说你要让这个云气它贯穿于整个画面，在贯穿的同时呢，哎，云的形状啊还不要雷同啊。这个还有点湿。这是一个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没有去画云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面就相当于已经就有云的感觉。你看这个就这个纸不平的话，就是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哈。现在我们看整个这个画，我退后看了一下哈，它的这个气势啊，这些都还是很大的啊，还是很大。后面的山画的简单，也是因为前面画的很复杂，前面画的很复杂。如果你后面还把它画的很复杂的话，它们又平了，所以后面就画的很虚啊，让它有一个主次，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我们把这个树再处理一下，刚刚只是把这个树点了。把它也是一样的，树的树冠有些不太舒服的，就可以通过这个调整啊，让这个树的形状啊舒服一点啊。这边也是一样的，下面都让它深一点，因为下面的深目的是为了撑我们下面这棵树啊，为了撑下面这个树。先把这几个突出的地方先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互相穿插，不要让这个树枝各自为政，这样子这个树的层次感啊，它的才厚重。其实至于这些小枝，其实都很简单，你看，我就随便画。没有太多的说还要去讲究它怎么样哈。你看他们两个如果是互相没有交错的话，哎，就显得比较空，中间没有连接，哎，我稍微把它交错一下，把它画了以后，也是一样的，把这个树冠上下整形。刚刚画匀是笔图，笔图上的颜色，老师刚刚画匀的时候没有挤掉啊，不像烘匀一样的话，要把笔图那个颜色挤掉，没有的，就直接蘸的清水。啊，你看，我就把这几棵树啊，把它
稍微处理了一下以后哈，马上你就会觉得怎么样？这里就丰富了。但是我并没画完哈，并没画完。我刚刚说了，现在这几个数的话，后面因为现在是湿的，可能差的蛮多的。等到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好，然后这里再加一棵树，马上就不一样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吧。